明明是熊，却被叫做猫；明明有名字，却谁都不知道怎么来的；明明是食肉目熊科，却偏偏吃素；明明已经快要灭绝了，却靠卖萌得以物种延续。这里不卖关子，明明这个神奇的家伙，就是人见人爱、出门就戴墨镜的动物界 Top Star 大熊猫。关于大熊猫的名字由来，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，可不像它的毛色那样黑白分明、清清楚楚。其实它本来是叫猫熊的，至于为什么叫了熊猫，有这么一个说法。大概在上世纪40年代，四川重庆北碚博物馆曾经展出猫熊标本，说明牌上自左往右横写着猫熊。可是当时的阅读习惯是从右往左读，所以记者在后来的报道中把猫熊误写成了熊猫，然后就这样传开了，将错就错，从此大家就都叫它熊猫了。大熊猫的别名还有华熊、竹熊、大浣熊和银狗等。银狗这个也太奇葩了吧，这是因为另一个小动物小熊猫的地方名和商品名叫金狗，相对应的熊猫体色白，所以叫它银狗。可为什么是狗？没搞明白。它在古代还有更多的名字。史记武帝本纪中，它被称为貔貅，是皇帝驯养的猛兽，用来打仗。山海经中被称为食铁兽，上林赋中被称为墨，是皇室狩猎的对象。唐朝被称为白熊，武则天还把白熊和皮毛送给过日本。西晋时期被称为周瑜，因为温顺，寓意和平，两军交战，只要一方举起周瑜帆，战斗就会停止。但也有说周瑜不是熊猫的，因为传说中的周瑜尾巴很长，熊猫的尾巴和兔子有的一比，只是熊猫的毛色和对周瑜的描述很像，就有了这个说法。除了上面这些，它还被叫做花熊、花头熊、鹅曲、杜洞嘎、直夷、墨、猛豹、猛士兽。这么些名字，最厉害最威武的应该是食铁兽这个名字了吧，透着那么一股霸气。本来大熊猫是上古的神兽，拥有超强的战力，所以蚩尤选了它为自己的坐骑。可是为什么骑这么猛的坐骑还败给了皇帝呢？另一个传说是这样的：蚩尤当年养了2只大熊猫，一只训练有素，体格健硕，蚩尤把它训练成自己的坐骑。但是由于大熊猫实在是太可爱了，蚩尤就把另一个大熊猫当宠物来养。当年蚩尤骑着食铁兽征服了无数的地区，终于能够和皇帝进行抗衡了。到了在和皇帝的逐鹿之战中，由于蚩尤过于匆忙，把那个当宠物的熊猫骑了出去，和皇帝决战，最后输了。以上这些是一段现代传说，博大家一笑，当不得真哈。中文名字既然来源于误会，那 Panda 这个外国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总不能是熊猫的英语老师给起的吧？熊猫英文名的来源同样有好几种说法，一个是说 Panda 一词来源于法语，也有说来自于尼泊尔语，是和小熊猫有关。因为大熊猫虽然只在中国有，但小熊猫在尼泊尔、印度、缅甸也有。小熊猫也叫红熊猫，英文的名字是 Red Panda。 大熊猫英文名 Panda 或者是 Panda Bears， 只是为了和小熊猫区分开来。另一个说法是 Panda 来自于少数民族羌族的羌语。1941年，宋美龄要去游说美国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。蒋介石命令四川省长王灵基捕捉大熊猫，以宋美龄的名义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。在汶川捉到了一对大熊猫，羌族人介绍其为潘达，是羌语里白老熊的意思。潘达一词也确实好听，宋美龄十分喜欢，就把大一点的一只叫潘达，小一点的取名叫潘蒂。可惜潘达潘蒂送到美国纽约动物园不久，潘蒂就死了，人们看到的第一只大熊猫便是潘达了。口口相传，潘达也就被音译成了 Panda 了。
但这也只是个推测，没有定论。大熊猫和北极熊本来是兄弟，它们演化自同一个祖先，但是现在一个称霸北极，是食物链最顶端的捕食者，也是现今路上最庞大的肉食性动物。距今800万年前，陆丰始熊猫住在潮湿的雨林，过着天天有肉吃的生活。但是冰河世纪随之而来，气温骤降，自北向南的连锁反应开始了。陆丰始熊猫遇到了来自北方肉食动物的竞争，食物被抢光了，它们开始在夹缝中生存，变成了少吃肉多吃菜。后来大概在420万年前，熊猫的祖先体内的鲜味受体基因 T1R1 发生了变异，它们对肉类内谷氨基酸的鲜味感官慢慢失活。作为国际动物界的顶流大腕，熊猫的出道经历是怎样的呢？说起来也是一段血泪史啊。1869年，法国传教士阿尔芒·戴维德在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，在一个农户家里看到一张黑白相间的皮毛，瞬间被吸引，认为这是一种奇特的新物种，于是雇了20个猎人收捕熊猫。然而戴维德神父收获的第一只熊猫是死的，猎户为了方便携带，将其弄死了。戴维德神父计划把熊猫运回法国，直到5月才捉到一只活的熊猫。但是由于运输条件有限，还没有出成都，熊猫就死了。最后只能把它做成标本送回法国，而这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熊猫标本。大熊猫一面世，西方许多国家都为之疯狂。这个事件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大熊猫科学发现。邓池沟被称为世界熊猫文化策源地。1869年是中国大熊猫走向世界的起始之年。1929年，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的2个儿子组织了一支探险队，来到四川宝兴县，打着捕猎独角兽的旗号，暗地里盗猎大熊猫。经过长时间的追踪，他们在1929年3月13日发现了一只在树旁休息的大熊猫。罗斯福的2个儿子同时冲着大熊猫开枪，受伤后的大熊猫逃跑，终因体力不支倒下，被他们制成了标本。真正把活体大熊猫带出中国的是一个女人。话说有一个美国人威廉·哈克内斯以疯狂探险出名，在1935年时，他组成了一个探险队，来到中国，想把活的大熊猫带回美国。然而在他刚到上海的时候，就突然被发现患有猴病，医治无效后死亡。他的妻子露丝·哈克尼斯接到消息以后，立即动身来到中国，接手了探险队，继续前往四川。在他的探险队里，有一个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那就是名叫昆汀杨的美籍华裔探险家，他对大熊猫的栖息地非常熟悉。他们进入四川汶川以后，一路搜寻大熊猫的踪迹。在1936年的3月9日，露丝在一个树洞里发现了一只大熊猫幼崽。这个只有9周大的大熊猫幼崽让露丝如获至宝，由于误以为是雌性，所以给它取的名字叫苏林。露丝一边精心喂养着苏林，一边想方设法把它带出国门。露丝在过海关的时候，把苏林放在一个柳条筐里，上面盖了一条毛巾，登记表上写的是哈巴狗，试图蒙混过关，但还是被查住了。然而民国政府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，最终命令海关放行。作为第一个把活体熊猫带到国外的人，露丝一时间被封为女英雄，还被称为熊猫夫人。之后露丝把苏林以8750美元卖给了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的动物园。当时为苏林而来的游客挤爆了动物园，甚至使动物园规定限时2小时观看大熊猫。动物园后来又找到露丝，希望再让她去中国带回一只雄性大熊猫，好与苏林配对。露丝再次来到四川，又成功盗猎到一只雄性大熊猫，带回美国，给它取名叫美美。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因为拥有2只大熊猫而名声大噪，但他们根本不懂得大熊猫的习惯，也不会喂养，
1938年，不到2岁的树林咬树枝时被卡住了喉咙，之后因为伤口感染死去了。后来美美也因病离去。这个露丝和我上期视频里讲到的茶叶大盗罗伯特·福军有得一比。一次性盗猎大熊猫数量最多的则是属于英国传教士弗洛伊德·丹吉尔·史密斯。1937年，他孤身前往中国四川省的熊猫故乡雅安市宝兴县，利用传教士的身份做掩护，在短短的2年里偷猎了12只大熊猫。在运往伦敦的过程中，陆续死亡了几只，最终成功到达伦敦的只有5只，其中1只也因为水土不服很快死去了。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4只，其中3只被卖到了伦敦动物园，分别取名唐、宋、明。其中明因为适应能力好，活泼好动，成为了大明星。由于3只大熊猫的到来，被战争阴云笼罩的伦敦变得热闹了起来。在2战期间，来自伦敦动物园的中国大熊猫，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，却给了无数英国人精神上的慰藉。后来的英国女王还和妹妹在当时特意去看过明。1944年12月，圣诞节后，7岁的明突然去世。这个消息震惊了英伦三岛。从1938年到1944年，明陪伴英国人民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。明的猝然离世让无数英国人心碎不已，人们自发地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。《泰晤士报》特别发布讣告，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他曾为那么多心灵带来快乐，他若有之，一定也走得快快乐乐。即便战火纷飞，他的离去也依然值得我们铭记。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，大熊猫等珍稀物种被列为国家禁猎动物。1988年中年送给苏联2只大熊猫，分别是平平和安安。1965年到1980年送给朝鲜5只大熊猫，分别是丹丹、三星、琳琳。1973年送美国1对大熊猫，玲玲和星星。1972年到1982年期间送给日本4只大熊猫，兰兰、康康、欢欢、菲菲。1973年送给法国1对大熊猫，燕燕和黎黎。1974年送给英国1对大熊猫，佳佳和晶晶。1974年送给德国1对大熊猫，天天和宝宝。1975年送墨西哥1对大熊猫，莹莹和贝贝。1978年送给西班牙1对大熊猫，少少和强强。后来我国发现免费送大熊猫很不划算，于是通过交流合作的方式租借给其他国家，国籍仍然属于中国。1982年以后，我国取消了赠与方式，只留下了交流合作一种方式。目前有24只大熊猫成为留洋大使，在美国、日本、墨西哥、德国、奥地利、泰国6国安了家。希望这些大熊猫能像在古时举起的周瑜帆，给世界以和平。